老婆，今天给你点了秋天第一杯奶茶，上午10点前去店里取哈。7年了，平时他总是说忙，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给我点奶茶。尾号8866，顾先生的订单好了，代取订单需要出示原订单截图哦。不好意思，这是我老公给我点的，这也是我老公给我点的。怎么会这样？顾怀安，你居然出轨！所以你是小三还是我是小三？那个，两位女士，实在不好意思，顾先生今天其实还有第3杯奶茶的订单。第3杯在哪儿？那杯选的是外卖配送，骑手还没来取。云水湾，那是本市最顶级的公寓，市值至少在300万以上。3块、30块、300块，原来在这段婚姻这么拥挤。走不走？去哪儿？我们一起去给他送秋天第一份大礼。您好，奶茶外卖。你们是？我们是奶茶店的店员。这杯极品燕窝梨汤比较贵重，店长为了保证口感，特意让我们俩亲自给您送过来。谢谢你们啊，大热天的还麻烦你们特意跑一趟。那是 CW 的经典款钻戒，随便一款都至少要10万起步。老板，这个多少钱？35块。冉冉，对不起，我现在没钱，但你相信我，等我以后创业成功赚了钱，一定给你换个最大的钻戒。7年了，他现在身价1000万，却把给我换戒指的承诺兑现给了别人。这位太太，您先生对您可真是太好了，这么贵重的燕窝奶茶，说点就点。是呀，我老公对我特别好，我的预产期就在这几天了。他特意推掉了公司所有的重要工作，天天在家里陪我。不仅如此，就连我婆婆都特意从老家赶过来，每天变着法的照顾我呢。婆婆，刘秀兰。江淑然，你这扫把星干点活怎么这么慢？想饿死我这个老婆子吗？我加个你们的微信吧，你们大热天的也不容易，给你们20块钱辛苦费吧。而且以后我要是再想喝什么，也直接找你们在店里订了。行啊，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宝宝，你点的奶茶送到了吗？快进来，外面热。好，我马上就进去。我们还有单子，先走了。这混蛋居然连孩子都有了，你跑什么？刚才就该直接冲进去撕了他的脸。那个女人快生了，快生了又怎么样？小4怀孕就有理了，凭什么我们要让着她？因为难产的痛苦，我知道。那天我和他大吵一架，他执意要出差，我突然大出血，在鬼门关艰难地走了一遭。您拨叫的用户正忙。最终10月怀胎的孩子没有保住，我在医院躺了1个月，他却已经去了海城。3年前我难产，孩子也没保住，一个人在医院躺了1个月。他从海城赶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下葬了。海城？3年前的10月？你怎么知道？3年前的10月，他在海城包下了整片海域的烟花，单膝跪地向我求婚。求婚？原来我失去孩子，在生死攸关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正向另一个女人求婚。你老实告诉我，你跟顾怀安到底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们领证已经7年了。7年？我跟他在一起才4年。对不起，
原来我才是小三。其实今天这杯秋天第一杯奶茶是他特意叮嘱我上午10点前去店里取的。哎呦，我的心口疼死了！你要去哪儿演啊？还不快给我熬粥找药！想来，如果我10点前去了，或许就遇不到方和。这是老天在帮我撕开他的画皮。怪不得他跟我求婚后，迟迟拖着借口不肯领证。他这人除了肯花钱哄人，一无是处。每个月给我5万零花钱，我还真以为他多爱我。5万块，他每个月给你多少？1000。这是我爸妈留给我的全部遗产，你拿去创业吧，我相信你一定能行。这7年，他拿着我的钱飞黄腾达，却每个月只给我开1000块的亲密肤。我用这1000买菜、交水电费，给刘秀兰买药，连我自己想买件50块打折的衣服都不够。你看这些东西，全是他买给我的。我真没想到，原来他不仅出轨，还苛待你这个原配。他还是人吗？顾长安从来没送过我礼物，他总是敷衍我，说他不喜欢那些虚头巴脑的仪式感。这次好不容易主动给我点了秋天第一杯奶茶，最后到我手里的也不过是3块钱的柠檬水。他给我花的钱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你放心，这些我会一笔的算清楚，凑齐全部还给你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我该回去了。这就是我苦心孤诣守了7年的家，现在看来真是个笑话。你一直住这里？这是我住的地方，顾怀安给我买的，现在市值70万。哎呀，小姑娘你怎么了？快让座。3年前那次大出血后，我的身体一直很差，需要定期去市中心的医院理疗，每次坐地铁来回要挤2个小时。那次我疼得受不了，在地铁上直接晕倒了。怀安，我实在跑不动了，能不能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租个小房子，哪怕一居室也好。舒然，公司现在正是关键时期，资金链很紧，到处都需要钱。老婆，委屈你了，你再忍忍吧，等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老婆，你回来了。怎么脸色这么差？是不是在店里干活太累了？有点累。快坐下歇会儿，我刚给你倒了水，水温刚刚好。在外面热坏了吧？先喝点水润润嗓子。如果不是今天的所见所闻，我大概又会被他的温柔哄骗过去。对了，老婆，我接了个大项目，明天可能要出差一阵子。出差？以前他也经常出差，我从来没多想。可现在我明白了，他是要去陪那个女人生产，又要去多久？这事说不好，项目比较棘手，可能得2、3个月吧。我妈中午跟我说，最近也有点事不回家，你一个人在家里，记得照顾好自己，别老舍不得花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这个月特意多给你500块钱，你去商场买2件新衣服，别总穿那些旧的了，老公看着心疼。顾怀安，外面的人家随便买一个包5万块，随便戴的一个戒指10万块，而我，你多给500块钱，我还要感恩戴德吗？怎么会？老婆，你想多了。顾怀安，怎么了，老婆？我们离婚吧。舒然，你在胡说什么？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提离婚？是不是我最近太忙了，为了公司的事情冷落你，忽视你了？我每天在外面拼死拼活的打拼，低声下气的求人，
不都是为了你，为了咱们这个家吗？他一直很会这一套。3年前那次大出血伤了身子，我很难再孕。婆婆没少因为这事指着鼻子骂我没出息，不下蛋。而我好不容易再孕，她却……凡安，我怀孕了，我们终于有孩子了。舒然，我们把孩子留掉吧。你说什么？我舍不得你再受3年前那种苦，那种可能失去你的恐惧。我再也不想经历第2次。我们丁克好不好？我只要你，孩子对我来说根本不重要。喂，怎么了？好，我马上来。舒然，公司出了点极其严重的紧急状况，我必须马上过去处理。离婚的事儿，你就是闹脾气，以后别再提了。等我出差回来，一定多抽点时间好好陪陪你。刚才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即使他捂得再严实，我也听见了，是那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在叫他回家。2位店员小姐姐，今天那杯燕窝梨汤太好喝了，我准备在宝宝的满月宴上订一批你们家的饮品，不知道明天你们方不方便来我家，我们当面小谈一下。明天去他家直接摊牌。哎呀，你们来啦，快请进，快进来坐。那是我的丈夫，我们结婚整整7年，连一张像样的合照都没有。当年我们只花了9块钱的领证费，没有鲜花，没有仪式，更别提什么婚纱照。他在别的女人这里，却把仪式感拉满了。别客气，喝点东西。温小姐，你们这婚纱照拍的可真好看啊，花了不老少钱吧？你们领证了吗？我们还没领证呢。我老公说他老家的户口出了点问题，一直卡在那里，还在走流程解决。不过也没关系啦，我们去年就已经办过婚礼了，亲戚朋友都来了，领不领证差的也就是一张纸而已。原来可笑的不只是我们3个女人，在这场荒唐至极的戏剧里，都被顾怀安给骗了。温小姐，你和你老公在一起多久了？2年前的中秋节，那天下着特别大的暴雨，我刚毕业不久，开车在高架桥上突然抛锚了，我当时吓坏了，孤立无援。就在那时候，是他冒着大雨停下车，像个英雄一样帮我修好了车，连自己手机掉地上进水了都不知道。后来为了感谢他，我们就留了联系方式。2年前的中秋节，我爸妈为了看我，瞒着我偷偷开车过来，却在高速上出了严重的车祸，血库告急。顾怀安的血型刚好能救我爸，可他却始终关机。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那天，爸爸因为没能及时输血，抢救失败，妈妈受不了打击，当晚也跟着去了。我连他们最后一面都没见着。当年我为了供他创业，不顾一切跟父母决裂，一天打3份工。爸妈是因为心疼我过得不好，才偷偷来看我的。原来那天他关机根本不是因为手机丢了，而是他在暴雨中忙着开启他另一段感天动地的伟大爱情。够了！你知不知道，你那个所谓的完美老公其实……哎呀，我的宝宝，好痛，肚子好痛，我的羊水好像破了，我要生了，疼，好疼！这是怎么了？他怎么突然倒了？不会是要生
羊水破了，我马上给医院打电话。快，产妇羊水破裂，马上准备进产房。真讽刺。我们俩，一个正宫，一个被小三，居然大半夜在这儿给小四陪产。温瑶的家属在吗？是个男孩，母子平安。哎呦，我的乖孙子在哪儿呢？我是家属，我是她老公。妈，你别急，我先去看看，你赶紧去楼下缴费。这你去不就行了？我还想看我大孙子呢。哎呀，妈，瑶瑶出来看不到我会伤心的，你先去，大孙子什么时候都能看。太好了，太好了，辛苦你们了。产妇马上就出来了，多亏了这2位女士送的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谢谢你们，真的太感谢了。顾先生，顾先生，您怎么了？不抱抱孩子吗？舒然，顾总，你怎么结巴了？你不认识我了？要不要我在这儿当着你儿子的面重新自我介绍一下？你先把孩子抱走，快抱走！当爹的怎么回事啊？真是怪人。你们怎么会在一起的？舒然，方和，事情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你们听我解释，不是哪样？是这刚生出来的孩子不是你的，还是里面那个刚生完的女人不是你老婆？你怎么在这儿？江舒然，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在这儿闹事儿，惊着我的宝贝孙子，我跟你没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曾经把她当亲生母亲一样伺候，她生病住院，是我整夜的守在床前倒屎倒尿。她想吃城南的糕点，是我排队2个小时给她买回来。就因为我当年为顾回安流产大出血导致难孕，在她嘴里我永远都是个可以随时踩一脚的受气包。舒然，妈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你就别刺激她了。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行不行？算我求你了。去你的年纪大！老太太，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谁稀罕碰你那个来路不明的私生子？少给自己脸上贴金！哎呦喂，打人了，杀人了！正房联合外面的狐狸精逼死婆婆了，有没有王法呀？救命啊！方和，你是不是疯了？你冷静点儿。有什么事我们回去关起门来说。你非要在这丢人现眼吗？滚开！你也配碰我？居然敢打我！打你就打你，还要挑黄道吉日吗？今天我就要打醒你这个混蛋！你明明有合法的老婆，还装得像个纯情少男一样骗我说你是单身。你把我蒙在鼓里，让我给你当了4年的小三儿，我不该打你吗？我今天非打死你个不要脸的骗子不可！怀安，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瑶瑶，你可算出来了！你刚生完孩子，身子虚，这2个不知道哪里来的疯女人的话，你千万别听，他们是故意来捣乱的。江女士、方女士，到底怎么回事？温瑶，重新认识一下，我叫江舒然，是顾怀安合法结婚7年的妻子。你说什么？怀安，他说的都是假的，对不对？你告诉我，他是在骗我的，对不对？我们先回去。我们先回去。为什么？我还没撕烂这个死渣男的嘴，我还没骂够呢。顾怀安的谎言已经被戳破了，现在已经足够他们疼得痛不欲生了。剩下的账，我要一笔一笔
连本带利的慢慢清算。舒然，我知道我做错了，温瑶那边只是个意外，孩子既然已经出生了，我总不能不管。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处理好一切，等我。又是等。7年婚姻里，你顾怀安最擅长的就是让我等，等创业成功，等你有钱，等忙完，等回家。我等到没了孩子，等到双亲车祸身亡，我快等到连自己都没了。这一次，我绝不会再等了。我整理好了，这几年他给我买的包、首饰，还有那套房子的付款记录，我能找到的都放了。聊天记录、转账、求婚照片全都在，这些都是他隐瞒已婚事实、骗我当小三的铁证。每一张凭证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我的脸上。他对我说公司资金链紧张，连我买件50块打折的衣服都嫌浪费，可他给小三买这些奢侈品，却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何等残忍！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个已婚的骗子。这些东西我会全力配合你处理，如果需要我上法庭作证，我绝不推辞。江舒然，对不起，无论如何，我确实对你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笔烂账该算在顾淮南头上，这不是你的错，你也是受害者。那温瑶那边怎么办？那女人刚生了孩子，还被她那个恶毒的妈当祖宗一样供着，她会相信我们吗？去医院，让她看清真相。你们两个贱人又来干什么？保安，保安呢？快来人把他们赶出去！放手！你个泼妇，你敢动我！出去，我们跟温瑶说几句话，说完自然走。你要是不答应，继续在这里撒泼，我们现在就让整层楼的医生护士都知道，你那个宝贝儿子明明有老婆，还在外面跟别人生孩子。淮安说，是你们污蔑他的。他说江女士你早就跟他离婚了，也说方女士只是以前的朋友。他说你们是嫉妒我才来闹事的。即使潜意识里知道顾淮安在骗他，他却还是拼命想要抓住那一点点虚幻的希望。真是个可怜又可悲的女人。所以，我到底该信谁？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自己看。7年，你们真的结婚7年了？还有我，他骗我说自己单身，向我求婚，给我买房买礼物。我们今天来只是想让你看清楚，你这个所谓的老公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怎么能这样骗我？我的婚礼，我的孩子全都是假的。你们今天来，除了告诉我这个，应该还有别的事吧？你们到底想怎么样？我想让顾淮安付出代价，我会起诉离婚，让他净身出户，我也会告他红婚，亲手送他进监狱。你要不要加入我们，拿回属于你的尊严？你们知道吗？我大学刚毕业就跟了他，我以为遇到了真爱，没想到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我想加入你们，可我孩子才刚出生啊，我没有工作，没有积蓄，以后我们母子俩到底该怎么办？你是不是傻？你到现在还在指望那个渣男有良心？他现在能眼睛都不眨的骗江舒然，能处心积虑的骗我，以后他就能更加肆无忌惮的骗你。等他用花言巧语把你哄住，让你净身出户，孩子和钱你一样都未必留得住。我不需要你去做任何危险的事去激怒他，你接下来唯一的任务，只要把他跟你办婚礼、同居、产检以及孩子出生的所有证据原封不动的留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他如果找借口让你签任何文件、转让协议或者放弃财产的声明，绝对不要签。好，我答应你们。我也想让这个毁了我人生的渣男付出代价，但是你们要保证，大人的事情大人自己解决，绝不能伤害我的孩子。放心，大人的错永远不牵扯孩子，他是无辜的。接下来我们怎么办？顾怀安这人城府极深，最会装深情演戏。你要是现在真跟他撕破脸，以他的精明，肯定会迅速转移财产，先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到时候我们什么都捞不着。温瑶不是说宝宝的满月宴想订你店里的饮品吗？你的意思是，你想在满月宴上当着他所有亲戚朋友的面，直接摊牌绝杀？爬得越高，摔得越惨。我要让他最得意的那天变成他的末日。江淑然是个典型的恋爱脑，只要我装得够可怜、够深情，她肯定会心软原谅我，到时候老房子就能顺利骗到手了。淑然，我好累。真恶心！以前怎么没发现他演技这么好？不去拿奥斯卡真是屈才了。温瑶那边我已经彻底安抚好了，我跟他说了，等他出了院，我会安排好他和孩子，给他们一笔钱打发走，绝不会再让他们打扰我们原本幸福的生活。淑然，这几天我在外面想了很多，我发现我真的不能失去你。你还记得刚毕业那年吗？我们挤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连饭都吃不饱。你把全家唯一的一个鸡蛋煮熟了剥好壳让给我吃。那时候我就发誓，这辈子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我只是在生意场上为了应酬迷失了自己。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要是没有和方和温瑶聊过，曾经的我或许真的还会为你这滴眼泪心软。好，我原谅你。这段时间你自己去把那些糟形事处理干净，别让我再看见。他不会是想阴我吧？不行，我得尽快把钱都转移走。这套房子虽然旧了点，但还是能值点钱的。对不起了，老婆，就当是你最后再为我奉献一次好了。谢谢你，舒然，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爱我的。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妻子。怎么可能会原谅你，顾怀安？我不过是先稳住你，等我把所有的证据都准备好，你就等着起诉离婚吧。我应该得到的婚内财产，我要一分不少的全部拿走。对了，老婆，我想着咱们现在这套老房子风水不好，过段时间我想把它处理了，换成现金，再重新给你买一套大平层，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卖房的时候有些手续可能需要你出面签个字，到时候你配合我一下，好吗？好啊，都听你的。这个孙子刚才跑来找我了，他说当初给我的钱和房子都是自愿赠与，让我拿了钱就闭嘴，别再纠缠他。他还威胁我，让我写保证书，承认自己早就知道他已婚，让我主动贴上去当小三的。你怎么说的？方和，大家都是成年人，钱你赚够了，立刻给我滚蛋！你要是敢把事情闹大，我就报警抓你敲诈勒索。怀安，你怎么能这么绝情？你当初不是说你只爱我一个人吗？我承认我之前是太冲动了，可那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我太在乎你。方和，你别演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清楚吗？你心里肯定恨透我了吧？清楚我是什么人还敢骗我？你胆子可是真够大的。出轨一个还不够，还要出轨2个。顾怀安，你真让人恶心。要不是想着安抚一下江舒然，给他点个什么破奶茶，这事本来可以瞒得好好的。也怪我觉得太省事了。那我们还得谢谢你想省事儿啊！到现在都不觉得你同时骗3个女孩人的事儿是错的吗？人哪有不犯错的？再说了，
江舒然那个恋爱脑，昨天已经原谅我，咱们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跟你有什么关系？那温瑶呢？孩子呢？他都有我的孩子了，还能跟我对着干？所以啊，方和，我是最喜欢你，什么负担你都没有，你就知足。我不管你打了什么算盘，以后咱们桥归桥，路归路，否则别怪我不顾以前的情分。行，只要你别告我，我都听你。算你识相。我当然是装可怜，顺着他说啊。不过我全程高清录音了，这可是他亲口承认欺骗单身女性的铁证。顾怀安啊，顾怀安，你自以为聪明绝顶，觉得只要威逼利诱把每个人都哄住，事情就能瞒天过海。你太狂妄，也太自负了。满月宴必须取消，你刚生完孩子，身体根本撑不住，我这是为你好。可是我已经通知了所有的亲戚朋友，连饮品和伴手礼都提前订好了。现在取消，我爸妈的面子往哪儿搁？我说取消就取消。怀安，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以前从来不会对我这么凶的。之前你说让我等你几个月和江舒然离婚，我都答应了。瑶瑶，我怎么可能不爱你？你给我乖乖待着，我会给你和宝宝一个交代的。怀安，我相信你。那两个人的话我是不会相信的。我们都有宝宝了，你不会不要我和宝宝的。相信我就对了，瑶瑶，我那么爱你，江舒然他们就是嫉妒。如果他们私下里找你说了什么，你一定要告诉我，知道吗？怀安，我知道的，他们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的，我什么都告诉你。但是宝宝的满月宴，怎么还要提这个满月宴？温瑶，我说了不办。江姐，她今天来医院逼我取消满月宴，她脸色好可怕，我快顶不住了，怎么办？那天就是清算的时候。江女士、方女士，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我已经仔细看过了。江女士与顾怀安的结婚证是铁证，而方女士保留的转账记录、聊天截图以及求婚时的视频，足以还原顾怀安隐瞒已婚事实、欺骗女性并非法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完整链条。王律师，这些证据够送那个王八蛋去坐牢吗？我一想到自己被他骗了4年，还差点背上小三的骂名，我就恨不得明天就看到他穿上囚服。方女士，我们目前只能通过民事诉讼要求他返还属于江女士的夫妻共同财产。王律师，您的意思是，如果想要在刑事上将他定罪，关键突破口在温瑶身上？没错，如果温瑶女士愿意站出来，提供他们以夫妻名义同居、举办婚礼的现场录像，以及新生儿的医学出生证明，那么顾怀安的刑事重婚罪就彻底被钉死在法网之上了。可温瑶那个女人，她真的愿意配合吗？她才刚生完孩子，而且名声上温瑶不是傻子，母爱会让她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复仇力量，所以她会的，我会亲自跟她说。温瑶，我和方和今天见过了律师，要让顾怀安为他的欺骗付出代价，需要你提供你们的婚礼证据、同居证明以及宝宝的出生医学证明。为了你，也为了孩子，你需要狠心了。顾怀安，你骗了我整整2年，我的婚礼是假的，我的身份是假的，连我儿子将来上了户口都会背上私生子的骂名。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无义。江姐，我不怕，为了宝宝，我也不会放过他。证据我想办法去拿。瑶瑶啊，来，快把这鸡汤喝了。妈跟你说，这私立医院生个孩子，前后花了小10万呢。这可都是怀安在外面风里雨里挣来的血汗钱，以后咱们能省就省点，怀安压力大。妈，我知道的，以后家里开销我都听您的。怀安，今天出院的时候，医院把宝宝的出生医学证明开出来了。
你帮我放哪儿了？我想拿出来看看，看看宝宝的名字写上去好看不好看。哦，我随手塞在我书房那个黑色的公文包里了，一会儿自己去拿吧。顾怀安，你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你平时随手赖放的公文包和电脑，会变成你亲手送给我的断头台。瑶瑶，你在书房吗？怀安，我有点头晕，想进来找本书看，你就过来了。哎呀，你怎么乱跑啊？快回房间躺着，你可是我们顾家的大功臣。天网恢恢，江女士、方女士，有了温瑶女士提供的这些证据，顾怀安在刑事上构成红婚罪，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太好了，这下看这个死渣男还怎么狡辩。两位先别高兴得太早，我们在对顾怀安的名下财产进行例行的诉前财产调查和动态监控时，发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王律师，出什么事了？顾怀安在3天前突然开始疯狂的大额的转移他名下的资产，他不仅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将他名下最赚钱的那家科技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他大伯家的表哥，还在深夜将多个银行账户里的流动资金以几万、十几万不等的额度频繁拆分转账。他这是收到了什么风声吗？转移的这么彻底，他是想在离婚的时候让舒然1分钱都分不到，直接净身出户。不止如此，江女士，顾怀安昨天已经通过中介要帮你目前居住的那套老房子挂牌低价出售，而且他转移出去的所有资金，经过几次海外账户的清洗，最终都汇入了一个以他母亲刘秀兰的名义在境外银行新开户的投资账户里。房子，当年我为了支持他创业，不顾父母反对，甚至和家里闹龛。现在他飞黄腾达了，竟然连我最后的栖身之所都要抢走。顾怀安，你没有心。王律师，我们必须阻止他，立刻，马上。我们可以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但是申请这种保全，法院要求我们必须在48小时内提供等额的担保金，大约需要200万。200万？我现在浑身上下连2万块都拿不出来。舒然，这钱我来出，卡里有150万，不够的话，我今天下午就把我名下那辆玛莎拉蒂开去二手车市场卖了。舒然，这些年顾淮南给我的花销本来就是属于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你放心，这件事我帮你到底，这钱就当是我还给你的。我们这一次必须把这个死渣男的狐狸尾巴连根斩断。方和，谢谢。哎呀，瑶瑶，我的小祖宗，你这又是怎么了？医生不是说了吗？坐月子期间不能流眼泪，伤眼睛。淮安，老家的亲戚朋友都说我年纪轻轻在城里给人生了孩子，当了见不得光的小三。胡说八道什么？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这样，等孩子满100天了，我们再补办一个更大的。我不听，我不听！你根本就是不爱我，不爱这个孩子。你是不是想等孩子大一点了，就把我们母子俩一脚踹开？儿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满月宴要是真不办，瑶瑶爸妈万一觉得受了委屈，真把孩子抱回老家，或者跑到你公司去闹，你这大老板的脸面往哪儿搁呀？你要是不办，我明天就抱着孩子，带着我老家的几十个亲戚去你公司总部大楼底下拉横幅。该死的！我现在转移资产，万一这时候银行或者合作伙伴发现公司有这种生育纠易，这个疯女人产后抑郁起来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哎呀，瑶瑶，你看你怎么还动真格的了？老公刚才那不是在跟你商量吗？办，咱们必须办。真的吗？那我明天就去联系奶茶店和半吉里公司，把规格定到最高。去吧，都听你的，只要你和宝宝高兴，花多少钱老公都愿意。舒然，成功了！王律师刚刚在法院门口给我打了电话，诉前财产保全的裁定书已经正式下达了。那个死渣男这几天忙前忙后，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法院已经把他所有的资产全部锁死了。顾淮安，现在收到通知了吗？这就是王律师最厉害的地方了。
他特意赶在周五法院下班前半小时才将保平书送达系统，等顾淮安那边收到纸质文书，最快也要等到下周一了。而周日正好是温瑶逼他办的那场满月宴。好，那就让他带着千万富翁的幻觉，开开心心的过完这个周末。爬得越高，摔得越惨，这是他应得的。江姐、芳姐，满月宴的时间、地点和流程已经全部定好了。周日上午10点，金茂大酒店3楼大宴会厅。收到，到时候我会亲自送去现场，给顾总一个天大的惊喜。瑶瑶，辛苦你了，明天在现场，委屈你再陪他演完最后一场恩爱戏。等大门打开的那一刻，就是我们彻底解脱、重获自由的时候。宝宝，别怕，妈妈明天就带你离开这个满是谎言的地狱，我们重新开始。我们已正式向警方提交了报案材料，警方表示今天会按时行动。收到，等好戏开场。等急了吧？准备好了吗？万事俱备。王总客气了，瑶瑶为我生了这么个大胖小子，是我顾某人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啊！哎呦，这算什么？我这大孙子那是天生的富贵命，长得跟他爸一模一样，将来肯定有大出息。温瑶这丫头也是好命，修了8辈子的福气，嫁给我儿子这种有本事又顾家又专一的好男人。这老太婆还真敢说，有本事，专一。准备好了吗？正宫娘娘，该去给这位好男人送上一份终生难忘的满月大礼。哎呦，老太太，您这孙子长得可真俊，跟顾总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是，我儿子打小就有出息，现在瑶瑶又给我们老顾家生了带棒的，我这辈子算是圆满了。儿媳妇，快去吧，把我大孙子带到舞台上，让大家伙都看看。各位亲朋好友，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来参加顾小少爷的满月宴。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最幸福的父亲顾淮安顾总上台讲几句话。温瑶为了这个家辛苦了，在这里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我顾淮安发誓，我一定会尽到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照顾好她和孩子。江舒然，他怎么会在这里？顾淮安，你刚才说你会尽到丈夫的责任，那你要不要先告诉大家，你到底是谁的丈夫？怎么回事？顾总不是温瑶的老公吗？舒然，你疯了吗？别闹了，今天是孩子满月宴，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回哪个家？是我住了7年的老破小，还是方和住的市中心小区？又或者是温瑶住的这套婚房？什么意思？市中心小区？这女人是谁？难道顾淮安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保安，保安呢？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赶出去！我看谁敢动她！我也想知道顾总到底是谁的老公。他3年前在海城向我求婚，说自己单身，可原来他7年前就已经结婚了。方和，你闭嘴！我为什么闭嘴？你让我承认自己明知你已婚还纠缠你，录音我可都留着。顾淮安，骗1个是风流，骗2个是无耻，骗3个还敢办满月宴，你是真不要脸。还有我，瑶瑶，你别跟着他们胡闹。他骗我说没有结婚，跟我办婚礼，让我生下孩子。直到孩子出生那天，我才知道他的合法妻子一直另有其人。各位，这些就是顾淮安同时和我们3个人维持婚姻关系的证据。你怎么回事？顾总好本事啊，有了老婆还出轨，出轨还一下子出轨2个。你们疯了吗？非要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吗？我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闹，
事到如今，你居然还觉得所有人都该像牵线木偶一样任你摆布？江舒然，你个疯子！我打死你！你毁了我孙子的满月宴，你毁了我儿子的前程，我跟你拼了！够了！刘秀兰，警察就快来了，你确定还要继续闹下去？舒然，舒然，别闹了，我们晚点下来商量好不好？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看在我们7年夫妻的份上，给我一条生路吧。7年夫妻，在你接二连三出轨的时候，你就该想到会有今天。谁是顾淮安？别碰我，这是误会，我可以解释，我没有同婚。顾淮安，你涉嫌同婚和职务迁建，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不，我不要坐牢！舒然，救我！舒然，我错了，你救救我呀！进去之后，好好反省。哎呀，我的老天爷啊，我的儿子啊，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老顾家呀！江姐，对不起。不用，你也是被骗的。以后擦亮眼睛，别被男人说两句好听的，就把一辈子搭进去。全体起立。被告人顾淮安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构成婚婚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离婚财产纠纷，被告存在重大过错，转移财产，原放江舒然分得绝大部分财产，违规赠与房产资金依法追回。江女士，关于顾淮安同婚罪判刑1年6月的判决，您满意吗？据说顾淮安非法转移的数千万家产追回，这是真的吗？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1年6个月只是法律的惩罚，他余生都要背负道德的枷锁，这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怎么样，江总？现在你是江城名副其实的单身富婆了。比起钱，我更庆幸我拿回了自己的人生。江姐，这是顾淮安以前给我买的那套房子的变现款，虽然我也被他骗了，但这钱本该就是你的，我不能留。还有我的那些包、车，我全都折现了。江舒然，我方和虽然爱钱，但不稀罕偷来的钱。瑶瑶，这钱你留着给孩子，他没有爸爸了，往后的日子还长。方和，你的那份我收下，但我要用这笔钱入股咱们接下来的计划。计划？什么计划？我们3个人开一家店吧，一家只属于女人的干干净净的店。那就是顾淮安他妈，他儿子在城里骗了3个老婆，被抓去坐牢了。切，我就说吧，这个刘秀兰天天在村里这个招惹那个的，哪有那么好命？舒然，上车。去哪儿？先去看我们的新店。怎么样？我亲自操刀的设计品味还不错吧？听好了啊，以后我就是这家店的店长，负责统筹大局。你干妈这么厉害，以后奶粉钱可都要靠干妈了。靠我？看来你还没长记性。我和舒然之前怎么跟你说的？我就是跟宝宝开玩笑嘛。那芳姐，我和舒然姐干什么呢？曾经因为顾淮安，我们挤在一段畸形的关系里，互相伤害。现在我们终于不用再围着他的错误打转。来呀，舒然。从今往后，我们的人生都只属于自己。